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米兰。习近平出访韩国，但这一次他将迎来的不是红毯，而是怒火。就在他还没踏上首尔的土地，街头已经炸锅，韩国民众拉起布条，不要中国，赶走中共。抗议现场不止一处，从明洞到弘大，从大林洞到梨泰院，反中浪潮一波接一波，连首尔大学都成了战场。近5万人联署，要求关闭那间习近平资料室。是的，10年前他亲手捐书，如今成了被要求拆掉的象征。韩国议员直言，那是宣传基地，不是学术空间。首尔大学校长也被逼到墙角，只能说我们无法单方面决定。一句无法决定，反而暴露了整个韩国社会已经对中共的渗透和威胁忍无可忍。韩国民众将以抗议的形式迎接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到来，这是送给他的特殊大礼。英媒 BBC 中文报道，中共外交部确认习近平出访韩国，让韩国总统李在明松了一口气。他曾担心习近平不来，但他担心背后原因并没有消失，而且愈演愈烈。这几个月，在首尔的大街上，反华抗议示威虽然断断续续，却从未停歇。从今年中共的11假期开始，韩国对中国开放团体旅客免签入境的同时，一些政治活动人士出现在首尔繁华地段，高呼“不要中国，赶走中共”等口号。他们的抗议地点主要在中共使馆所在的明洞、华人与韩国华侨社区、九老区、大林洞，以及中国游客的热门游览地点弘大。10月18号，梨泰院商圈抗争团体自由大学发起了又一场示威，他们撕毁了习近平和中共政协主席王沪宁的画像。除了撕毁习近平画像，目前有差不多5万人要求关闭首尔大学习近平资料室。据韩联社报道，习近平2014年7月访问韩国，并前往首尔大学演讲，事后捐赠约1万本书籍和影音资料。首尔大学中央图书馆在2015年10月成立习近平资料室，韩国国民力量党认为应该将其关闭。议员赵廷逊向首尔大学校长柳宏林强调，已有4.7万多人请愿，但柳宏林表示，校方无法单方面决定关闭还是开放。如此看来，中共的挑衅已经让周边国家民众忍无可忍了。习近平面临的怒火不仅来自中国人民，当他出现在韩国，也将感受韩国民众的怒火。研究中共外交政策的韩国庆熙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国语学系朱载佑教授认为，从沙尘暴吹袭、新冠病毒、香港民主议题到西海主权争端，韩国的反华情绪有充分的正当性。韩国与中国最近的主权争议事件之一，是中共在黄海两国专属经济区重叠范围内建设了3座大型金属架构海上建筑。中共称这些是民营企业设置的养殖设施，包括浮动鱼塘深蓝1号和深蓝2号。2025年2月，韩方海洋调查船到现场勘察，遭中共海警拦截，演变成中韩两国海警对峙。韩联社称，2025年9月底，中共海警也曾在黄海韩中暂定措施水域，阻止韩国调查船对中方构造物进行检查。韩国中央日报与韩国东亚研究院6月份发表的年度联合民意调查结果显示，66.3%受访者对中共抱持负面看法，比2024年增长2.5个百分点。中央日报英文版形容这是值得警惕的比例。美国皮尤研究中心7月份发表的年度调查显示，只有19%韩国受访者对中国存在好感，比2024年调查下跌6个百分点。虽然中共官方至今没有确认习近平是否将与川普在韩国会面，但习对韩国的国事访问只是中共躲闪的借口。研究中共外交政策的朱载佑教授认为，在韩国眼中，习近平的国事访问很重要，但在美中看来，川普与习近平的会晤才是重点，而习近平与李在明的会谈只是一种礼节。
既然川习会是在韩国上演的主戏，川普给习近平预备了一份问题大餐，习近平却很可能回敬给川普一道硬菜。这道硬菜正是台湾问题。纽约时报10月28号报道，习近平很可能利用与川普会面的机会，在台湾问题上施压，这是中共梦寐以求的长远目标。习近平如果能够说服川普软化对台湾的支持，将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国务院修改了关于台湾的网页内容，删除了"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表述，引发中共强烈不满。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专家戴维·萨克斯认为，台湾问题是中共的核心，中共一直摸不清川普对台湾的底牌。自川普今年上任以来，川普政府似乎减少了与台湾的一些往来，这似乎令中共感到意外而窃喜。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华盛顿拒绝让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在纽约进行过境访问，还降低了台美防务官员会谈的级别，将会议地点从华盛顿改至阿拉斯加。中共认为，美国的对台政策正朝着有利于中共的方向发展。欧亚集团中国事务主管萧嫣然也说，中共以为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会减弱，中美双方的力量平衡的变化越来越有利于北京。川普似乎很喜欢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效果，让老鼠产生回旋的空间很大的幻觉。川普有时质疑台湾抵御中共威胁的能力，有时又放出风来说，一旦中共入侵台湾，美国的军事实力对中共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川普10月26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到目前为止，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强国，而且是遥遥领先，没有人敢挑战这一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月25号在中东向记者表示，川普在与习近平进行贸易谈判时，不会在台湾问题上让步来换取贸易协议，这是不可能的。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林佳龙也在上周向台湾立法委员表示，我们跟美方都保持密切的沟通，他们跟中共之间的互动不会去伤害到台湾。习近平虽然看起来度过了权力危险期，但多年的军队高层大清洗已经磨灭了中共军队的士气，武统台湾的时机非常不成熟，但中共对台湾的文攻武吓从来没有中断过，武的不行就来软的。台媒新头壳10月28号报道，中华民国今年恢复台湾光复暨金门古宁头大捷纪念日台湾光复节放假后，中共官方也将这天定为台湾光复纪念日，还大肆举办各种纪念活动，大有争抢光复概念与解释权的意味。中共官媒新华社10月27号发表署名中台文的文章，高喊统一、强大祖国后盾的陈词滥调。值得注意的是，文章提及统一后搬出爱国者治台的宣传，这种对香港故技重施的手段，让人实在是不寒而栗。爱国者治港的后果如何，已经是有目共睹。在中共治下，中国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据搜狐网10月28号报道，全国房价跌回2016年，居民财富缩水近40万亿元人民币。这是一条综合了经济观察报、中国经济周刊、中国日报、界面新闻、财联社、南方都市报等中国大媒体的消息。自2022年以来，中国房地产经历了近4年的深度调整。目前，全国房价已普遍跌回2016年至2017年水平。这就是说，有过半的购房者已经被套牢，甚至亏掉首付。中国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小华透露，这一轮房地产调整导致居民财富缩水将近40万亿元。根据大数据调查，中国14亿人总负债达到200万亿，约7亿人负债，人均负债14万。这样一个人均负债14万的政府，还吹嘘什么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会有7个更好，真的是掩耳盗铃。川普的亚洲之行则是收获颇丰。10月28号，川普和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在首次川苗会上承诺，
将开启美日关系的黄金时代。在位于东京原赤坂的迎宾馆，川普与高市早苗签署新协议，协议内容包括确保包含稀土在内的关键矿物供应链的合作，以及美日将确实履行对等关税谈判协议。川普率国务卿、财政部长、商务部长等内阁核心成员访日。日本媒体称，美国政坛全明星队到齐。据了解，高市首相在会谈中传达了日本将国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增长目标提前2年，争取在今年度内达成的意愿。高市也说明将提前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3份安保相关文件的想法。当天下午，川普与高市两人也一同搭乘美国总统直升专机陆战队1号前往横滨的横须贺基地 USS 乔治华盛顿号上。高市在川普的介绍下致辞，重申日本保卫太平洋以及发扬印度太平洋思维的决心，舰上近1000名官兵对此高声鼓掌欢呼。日本是川普政府在贸易方面取得的成功范例。东京方面已同意未来几年向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以换取美国对从日本进口的大部分商品，包括汽车，征收15%的关税。根据协议条款，美国在确定日本提供资金的项目方面有相当大的发言权，并且东京方面同意，在日本收回最初投资后，美国可从日本的投资中获得90%的利润。台湾在获得临时关税下调后，正继续寻求与美国达成更低的关税税率。这一临时下调在8月7号生效，把关税从拟议的32%降至20%。但中华民国官员拒绝川普政府提出的将台湾半导体生产在台湾和美国平分的提议。赖清德上周表示，贸易谈判可能很快就会有具体成果。然而世事难料，台湾把台积电看成护国神山，但殊不知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华盛顿日报10月28号报道，有地缘政治专家预测，美中贸易争端的胜负将取决于谁能赢得 AI 霸主地位。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战略研究公司 Spilling 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世界正走向地缘政治、技术和经济冲击叠加在一起的复合危机，将在2027年前后引发一场系统性的全球危机。核心问题在于台湾对台积电控制权，在未来还是一个未知数，所以台湾的地位在将来非常关键。没有台积电的晶片，美中都无法赢得 AI 竞赛。这场复合危机可能与其他危机相伴发生，比如俄罗斯在北约领土内制造的危机，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朝鲜对韩国和美国的攻击，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分裂导致响应能力受限，以及全球贸易路线受阻，导致供应中断。这份报告发布于中共4中全会之前。中共这次会议重申了一个中国原则，并投票审议通过，将每年10月25号确定为台湾光复纪念日。报告指出，美国将无法再不受限制地获取台湾产晶片，或者被迫为此付出高昂代价。斯宾林认为，面对内部日益加剧的经济和政治压力，中共可能感到有必要在2027年强行推动与台湾的统一。习近平继续掌权的合法性，中共科技强国与美国争霸的成败，就看能否拿下台湾。报告强调 ，AI 是中共科技强国战略的基础，这是核心技术。然而，全球 AI 发展的关键是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台积电是这一产业的基石。台积电在先进半导体领域拥有90%的市场份额。报告称，中共已经为2027年的统一尝试做准备。中共已指示共军在2027年前做好对台作战的军事准备。美国印太司令部也预计，台海湾冲突的窗口期也在2027年。因此，台湾问题对 AI 行业非常紧迫。报告引用了 AI 2027报告，它预测了超级程式员的出现，这是一类效率足够高的 AI。可谓到2028年实现人工超级智能铺平道路。
IBM 设想，人工超级智能将具备超越人类的高度发达的思维能力，而经济学人预见，超级智能将能获取所有可想到的想法，包括建造最佳的机器人、火箭和反应炉。斯宾林团队估计，中共正考虑在2027年之前封锁或隔离台湾，以切断美国的晶片获取渠道，并确保自身的 AI 霸权。随后，中共就可以阻止或阻碍其他大国发展人工超级智能。在 AI 争霸的关键时刻，川习会即将登场的同时，川普10月29号将在韩国与英伟达 CEO 黄仁勋会晤。台海危机与 AI 再次重叠，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中美决战的信号？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